柬埔寨近日官宣将从中国获得2艘军舰。值得注意的是，这2艘军舰是检方主动向中国申请的，而中方提供给柬埔寨的可能是2艘056A 型护卫舰。近期也一直在中国援建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停泊。检方证实，中方正在协助训练人员。 柬埔寨国防部5号确认，中国将向柬埔寨提供2艘056型护卫舰，以增强该国的海上防御能力，并确保海上安全。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称，这2艘军舰是检方根据防御需求主动向中国申请的，将用于海上巡逻、搜救任务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活动。根据计划，这2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25年或更晚交付。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政策分析师桑姆苏恩称，这项军事合作将促进中柬关系发展。柬埔寨是一个人口少、军队能力有限的小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需要大量的训练。中国军舰的提供是加强柬埔寨军队能力和提高军事技术，以维护国家和平与稳定的开始。而对于这2艘军舰是检方根据防御需求主动向中国申请的说法，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认为，这说明柬埔寨和中方的关系非常好，在军事方面正进行积极合作。 主动提出，还反映出来柬埔寨呢认可中国舰艇的这种质量，包括呢性能，还有它的建造的质量，所以呢他才主动的向中方呢去进行呢提出来他要购买。那很显然，这呢对于中柬双方呢加强军事合作能够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嘛。有了这样的例子，那以后呢柬埔寨可能会在其他的方面。 买更多的中国产的武器装备。 056型护卫舰是中国海军的一种轻型护卫舰，全长约90米，宽约11米，满载排水量约1500吨，集成多型武器装备，具有较好的隐身性和较强的电磁兼容性，主要担负海上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单独或协同执行反潜或对海作战等任务。分析认为，中方极有可能提供的是056型护卫舰的改进型号056A 型。该型舰艇连日来多次出现在柬埔寨。今年5月，中柬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附近海域举行了 金龙2024联演，中国海军出动了船坞登陆舰祁连山舰和导弹护卫舰文山舰、巴中舰，其中文山舰、巴中舰都是056A 型护卫舰。与056型相比，056A 型的尾楼略有增高，并且在尾楼内部加装了一部新型可变身拖曳线支脸声纳，这大大强化了056A 型的搜潜能力。在攻潜能力方面，056A 可以使用国产新型火箭助飞鱼雷，也就是反潜导弹，还加装了2具新型火箭深弹发射装置，使用国产新型自导深弹。可以说，在搜潜和攻潜能力方面，056A 已经达到了同等吨位舰之中的世界领先水平。加上数量优势，足以有效限制美国海军核潜艇在中国近海的活动能力。 因此，分析认为，过去柬埔寨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巡逻和保护水域边界，而此次获得的舰艇将为柬埔寨的海防力量带来显著提升。这不仅填补了柬埔寨海上防御力量的空白，也强化其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作用。2艘056型护卫舰加入柬埔寨海军，对于它的实力提升呢还是非常之高的。因为呢，这是2艘呢1000多吨的护卫舰，而且呢还具备 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综合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尽管它的排水量比较小，但是呢，比柬埔寨海军现役的这些舰艇要强得多，也先进得多，作战能力好得多。所以这呢，对于柬埔寨海军来说，意义呢就非常之大了，让它的国防实力能够大幅提升，让它呢去维护它的海上安全以及呢海上的权益那自然的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柬的正常合作却牵动了美西方的敏感神经，将中方提供军舰与中国援助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扩建的举措联系起来，暗示中国有在柬埔寨建立长期军事存在的意图。云壤基地位于柬埔寨西南部的西哈努克省西哈努克市，面向泰国湾，靠近南海与马六甲海峡。美国商业影像公司一直在利用商业卫星监测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的建设情况。去年7月拍摄的图像显示，一个基地码头几乎完工，在大小和设计上与中国吉布提海军基地使用的码头惊人相似。事实上，从2010年起，云壤基地一直是柬埔寨和美国的海上联合战备与训练演习场所。美方曾在2019年提出出资维修基地设施的计划，但遭到柬埔寨的拒绝。去年12月以来，美方又以在云壤基地发现中国海军舰艇的停靠，作为新一轮贩卖焦虑的源头，声称2艘056型护卫舰的存在加剧了相关担忧。但柬埔寨方面则表示，中国护卫舰长期停靠的原因是需要向柬埔寨海军提供训练，因为柬埔寨正在计划获得同类装备。
对于有美国舆论宣称中国可能通过捐赠军舰等方式获得使用该基地的优先权，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舒杰达回击称，这次军事合作完全符合柬埔寨的宪法规定，不会影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还重申，柬埔寨禁止任何国家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这些舰艇将仅用于柬埔寨自身的防御和救援任务，呼吁媒体停止对中国在柬设立军事基地的猜测和不实报道。观察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有800多个军事基地，根本没资格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合作说3道4，反而是美国正利用军事基地影响南海局势。借口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先后获得了9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军得以在这些基地进行轮换，以及储备防务装备和补给。美国还极力怂恿支持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等海域寻衅滋事，这也说明美国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美国现在呢是把中国定义为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不断的对中国呢进行战略遏制，与此同时啊，他对中国呢就不断的进行抹黑嘛，通过抹黑中国、炒作中国威胁论，为自己进入南海，去拉拢周边国家，共同组成了对中国的遏制同盟，他是发挥这样的作用，目的呢就是在这儿。日本首相安田文雄6号飞抵韩国，开始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重申了推动韩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岸田即将卸任，告别旅行，为何选在韩国？虽然岸田将改善日韩关系以及推动美日韩同盟视作重要政绩，但各国内部面临各种问题，同盟关系仍然牢固吗？来看看报道。6号下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夫人乘专机抵达韩国，随后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岸田文雄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談，时長約為100分鐘。會談中，雙方重申了推動日韓關係發展的重要性。日韓の緊密な連携は、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向け不可欠であります。尹锡悦承认日韩关系仍有困难，但表示两国应继续合作，以此推动双边关系及美日韩关系发展。앞으로 한일 간, 한미일 간 협력을 계속 진전시키기 위해서는 저와 기시다 총리님이 쌓아온 양국 협력의 긍정적 모멘텀을 계속 이어가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日韩第三国内部在外国民保护合作备忘录，核心内容包括在第三国发生危机时，日韩将相互协助撤离本国国民，并协商危机处理事宜。此外，双方也讨论了为韩国访日旅客引入预先通关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人任内的第12次会晤，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会晤。去年3月，尹锡悦访问日本，时隔12年后重启两国首脑间的穿梭外交。此后，日韩关系迅速升温。上个月，岸田宣布不参加即将于本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卸任日本首相，意味着此次访韩是岸田任内最后一次与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主要目的是巩固党内地位，延续政治遗产。在岸田执政期间，对韩外交的改善被认为是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此前一度被称为处于战后最差状态的日韩关系，在双方政府努力下实现戏剧性改善。因此，岸田希望通过此访安抚韩方，并向继任者传达一个明确信息，即其卸任后重视韩国的日本外交方针不会改变。对此，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向深圳卫视分析称，岸田文雄在即将卸任之际选择访问韩国，或也是无奈之举。正在进行中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处于史上罕见的多人混战，党内岸田派的正式解散都令外界对日本今后政策的延续性抱有疑问。任期尾声，岸田能够实现访问的国家事实上非常有限。很多国家其实并不是说不欢迎岸田来访，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深化与日本政府的，特别是岸田政府的关系，其实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特别是如果下一任的首相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改弦更张的话，那么当下与岸田政府达成的一系列共识或者是成果，其实将会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岸田本人肯定也会希望在卸任之前访问更多的国家，比如像欧洲的北约成员国等等。但其实从现实层面来讲的话，他真正能
能够访问的国家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尽管岸田和尹锡悦有意延续日韩关系回暖势头，但不少观点认为，在历史及领土争议问题的阴影下，两国关系仍然脆弱，前景是个未知数。近日，尹锡悦政府在因亲日外交招致国内批评声浪。本月5号，韩国国防部的一份教材大批删减抗日斗争的相关史料内容，其中包括在韩国家喻户晓的抗日义兵英雄安重根的相关内容，令韩国民众强烈不满。有韩国媒体直言，尹锡悦政府是自虐史官。韩国国防部随即表态，绝不同意这种批评，引发更大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点燃了韩国社会的愤怒情绪。就在6号会谈当天，大批韩国市民社会团体走上街头，批评尹锡悦政府持续对日本展开低姿态侮辱外交，改善徒有虚名的日韩关系。此外，日韩之间还存在的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积怨难消，也是横亘在两国关系的鸿沟。在6号的首脑会谈中，岸田文雄重申了此前在首尔和东京会谈中表达的立场，特别提及1998年签署的日韩共同宣言，表示继承历届政府的历史认知。不过，韩国媒体注意到，尽管岸田再次表达了对历史创伤的痛惜之情，但并未对韩国多次要求的明确道歉做出任何回应。陈阳认为，韩国民众的强烈抵触情绪或将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形成压力，而日韩关系的改善缺乏牢固的民意基础，也使其充满不确定性。其实也反映出了日韩关系的这种联盟的这种稳定性其实是十分的匮乏，或者是缺乏牢固的基础。韩国其实在过去对于日韩达成的一些这种成果和共识，包括承诺方面呢，其实有过推翻的先例。所以日本政府对于这个未来的韩关系其实是并不是这种积极或者是乐观的。日韩不顾一切弥合分歧，也被认为是在拜登政府极力撮合下而达成的。去年8月，岸田文雄、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戴维营会晤，三国首脑首次跳出多边场合，开启3人群聊模式。会后，三国宣称将加强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但有观察就指出，日本和美国即将面临选举换届，领导人更迭带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加之韩国总统尹锡悦自身深陷多重风波，支持率持续走低，不排除会在外交上有所让步。美日韩联盟的稳定性实际上有待验证。另有分析指出，美日韩内部在经贸议题上的矛盾也将冲击这一联盟的稳定性。日韩当前在经济领域体量相当，在半导体、汽车等产业存在竞争关系，双方在市场份额、贸易政策等方面也有一定分歧。而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日韩的位置也较为尴尬。美国此前已多次在贸易谈判中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做出让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推动日韩和3国收紧与芯片相关的对华出口，但在日本、韩国均遭到业界强烈反对。国际秩序面临着新的调整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比如像美国在一些政策上，比如说挥舞所谓的关税大棒，要求日韩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放宽关税，或者是进口更多美国的商品等，其实对美日韩3边的这种相互信任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冲击的。此前的中美这个贸易战过程中，其实美国的一些这种关税做法吧，其实也无形中这种冲击和影响了在华的日本企业。其实对日本就是是否会愿意进一步深度的介入或者是参与美日韩3边关系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